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中美互降关税，现在看起来算是一个暂时的停战90天吧。那看到了这个互降关税哦，它其实看起来呢，未降到0哦。美国已经同意调整或是撤销3道行政命令哦，调降总计115%的中国大陆货物进口关税。那部分关税的壁垒是暂缓。那中国大陆是同意移除4月2号起对于美国进口商品所实施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但是目前还不太清楚如何取消当中这些措施哦。那但是稀土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因为大陆管制稀土出口，那这个决定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目前还不算是说，协议中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啊。那因此，这个看起来稀土并没有退让。彭博社又讲说这个中美呢临时降低关税90天，那看起来就是总计啦，就是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关税从145%降到30%，中国大陆对美的关税则是从125%降到了10%。但是这个降关税消息是直接激励了美股，昨天道琼、纳斯达克就是全面的这个收复了今年以来的跌幅啦。那也算是说这个最悲观的情绪4月以来的悲观情绪算是暂时翻篇，我们还不敢讲得很笃定暂时回归了一下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些信心那还有这个全球包含了黄金啊、美债啊、日元也都有一些联动因为股市狂飙所以这些就被提款啦，提款出来，日元也是重挫的状况，大家又赶快又回补到了股市当中。那再来，中美到底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对谈呢？根据这个美方的说法贝森特说，相信是未来数周之内会再会面那但是更具体的一些这个情况呢，还不清楚什么时候会再次会晤，就说数周，讲了一个笼统的话。那卢特尼克呢，他讲说10%关税将会是基本门槛，不过有一些商品可以透过谈判获得这个豁免的状况。那川普当然现在也很期待他已经对外讲出来啦，本周他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进行通话到底能不能通话呢？现在已经星期2了，还剩5天，大家可以继续观察一下那再来，陆方也释放了一个善意，大陆的副商务部部长这个李成钢，他说中国有句话，好饭不怕晚，不论什么时候发布我想世界的反应都是积极的。的确在这个金融市场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庆祝行情那本来呢 CCTV 6被这个网友称为6公主的这个 CCTV 6原本是要播纽约我爱你是不是也代表说看起来好像对美方释放善意，但最后呢是改播了这个欢迎到南方。那人家讲说是不是代表说其实中方仍旧是有一些观望，就是保留，就谁知道美国是不是又变来变去啊？那是不是这个贝森特转头过去又说，我们还是脱钩好了？会不会有这样子的话语传出呢？所以，不需要太着急。那再来，大陆的媒体讲说，其实这也不算是这个关税，现在目前停火。就是像是一个停火协议，不是一个和平条约。他们现在就是还是有一种浓浓的不确定性，还在这个箭在弦上那种感受因为毕竟才90天嘛。分析师在认为，这其实目前这个第一阶段这个战局看起来就叫这一句话。川普退缩了，所以这个退并不是中方退而是美国真的是退了。所以你看到了，他们讲说，这看起来这川普在对中方的这场贸易战当中已经是占了下风。那美国没有想到北京会这么强硬北京都没有让步那就大陆的观点来看，这个中美瑞士会谈是项成功的，就是北京对于美国高关税的威胁是用这个立场，强硬的立场，没有让步就让你关税大降，所以这算是一个北京大胜的局面玉渊谈天就讲说，中方之前坚决反制跟斗争的态度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个反制措施确实让美方造成了重大影响。谁在这一波流血流得凶，
当然是美国啊，当然是美国着急啊，所以美国才要赶快去找中国大陆去谈，才不会在美国本土谈呐、所以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因此，美国政府才会在会谈之后把关税降低到这一个就是基准的关税水平啊。那因此，人家就讲说，哎，大陆的态度赢麻了，就是我不退，我不跪，然后看你是不是自己把你这一张嘴脸给收拾起来哦。那另外看到了。这个关税下降之后，美国商人真实反应出现了。很多商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本来可能最近生意做不成了，正在度假，一听到啊，哇，兴高采烈，假都不休了，立刻杀回这个中国大陆去进货啊，准备要迎接这一波的行情了。首先，我们请教一下邱毅老师。这一次在瑞士日内瓦的中美的关税谈判第一回合，到底谁赢？在我们专业的看法来看。当然是中国赢，美国基本上不得不退，不得不让步，因为这次谈判是美国主动要求的，对，而且在美国的谈判团队里面出来的2个主要的人物，贝森特跟格里尔，都是属于谈判团队里面相对鸽派的人物，鹰派的人物并没有出现，而且美国会同意在第3地，在瑞士日内瓦做谈判。那也是代表美国愿意让步，而至于在最后的结果愿意退回4月2号，也就是说川普在白宫玫瑰园公布了对等关税政策的那个状态，那也代表了中国赢，那美国的让步。而最后的结果，有人说，哎，中国是30%，美国是10%，中国仍然比美国多了20%，但是不要忘了。那20%是在4月2号以前，因为芬太尼的问题所定下来的20%的关税。而这一次，为什么中国方面是何立峰，然后也公安部长王小洪也去呢？除了这2位都是习近平非常亲信的幕僚以外，都是一路跟着他上来的幕僚以外，最重要的是，芬太尼的问题就是王小洪在主管的。所以这个问题在第2轮、第3轮的谈判里面，芬太尼所造成的20%应该可以打消掉。而在这一次的谈判里面，中国根据了芬太尼的20%，它也定下来了对美国某些特定的商品要征收10%到15%的附加税。好，所以基本上反制已经准备在那个地方了。好，第2个，为什么这一次美国会主动的愿意让步呢？就是因为美国尤其是川普本身急了，执政100日拿不出成绩单，内外交迫，再加上3大零售商，它的货架上面都缺货了，物价开始涨了，通膨开始发生了。而一旦通膨发生，美联储就绝对不可能降低利息，采所谓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美国的衰退第1季都已经是负的经济成长率，负的0.3了。那第2季受到关税战的影响，那更严重了。所以川普也急，因为一旦发生了通货膨胀，又发生了衰退的情况、失业的情况，那对美国来说就是面临了停滞通膨的问题。而且现在美国的几个重要的港口，以前货柜都堆积如山，看不到夕阳，现在整个货柜不见了，夕阳都可以情人相牵着手去观赏夕阳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的失业会源源不断的发生。川普本来说要让制造业回流，让美国的就业机会增加，但是现在看起来是不但制造业没有回流，反而制造了美国原来传统制造业的关厂啦、歇业啦、这个减产的情况。但是中国也必须要谨慎小心的面对这个局面。为什么？因为这只是第1回合，而且川普这个人说变就变，这个人呢基本上不是很有信誉的人，所以还有第二回合、第3回合，我认为最后尘埃落定、拍板决定还没有那么快，未来还有稀土出口管制的谈判，还有所谓的对港口费、对中国船舶征收高额港口费的问题。好，那另外当然还有市场开放的问题，还有美债的问题。不要忘了，这一次谈判有了结果以后，美债崩盘，美债的殖利率大幅度上升，6月要借新还旧，
美国的压力会更大，所以美债一定是要马上上台面来谈的。那至于还有汇率的问题，汇率的问题，台湾前一段时间闹得很凶，大家都知道，美国非常在意，川普特别希望，如果美元能够贬值，就可以提升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好，最后一个，今天基本上中美之间的第一回合谈判会有这个结果，各个国家都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中美谈判的基础之下，那日本、韩国、欧盟、加拿大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拿到他们国家可能比较大的利益。但是大家现在都在抱怨英国为什么屈服了这么快？那另外还有被批评最多的就是赖清德为什么这么早跪？尤其川普在昨天的白宫记者会都说出了和平统一这样的话，那你赖清德是不是跪得太早了呢？好，来请教赖老师。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起身跟美国对抗的国家啊。对，因为当川普违反 WTO 的规定，开始推动发动这个贸易战以来，那中国是唯一的国家跟美国对抗。你美国加多少，中国加多少。对，那加到最后，在第一轮的谈判中，美国放掉了，中国也就放掉，那就跟全世界传达一个讯号，就是贸易战没有赢家。那既然没有赢家，美国愿意放，中国当然也愿意放，这个符合全世界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期望。所以在法国的主流媒体这个 Le Monde 世界报，他的就说中国大成功。那在这一次的一个两国的贸易战里面，他们也观察到中国是团结的然后美国是分裂的，因为他们发现就是中国人认为美国人欺负他，所以全部都团结起来对抗。那也就是告诉全世界说不要欺负中国人。那他们也认为中国这次的作战打得非常漂亮。这一次的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石破茂的态度转硬了，而且越来越强硬。而且石破茂现在的态度就是说，你美国关税要拿掉，我可以跟你进口玉米，但是那个玉米我要用来做燃料，而不是要用来去跟我的国内的农民来竞争。但是我不会为了汽车，也不会牺牲我的农民，我也不会去妥协你美国，牺牲我的汽车工业。所以我个人觉得日本的转硬，这在过去是很罕见的。那欧盟也不例外，所以川普已经受不了了。川普已经你看第二天就开口大骂欧盟了，那就代表什么？欧盟也看到中国的成功，他们本身的态度也在转变。那当然会有部分的观众朋友会认为说，明明就是美国30%，中国10%，怎么一直在说中国赢呢？其实这个30%里面，20%的芬太尼，中国的公安部部长现在在美国还在磋商，中美只要达成协议，那这个20就自动就拿走了，所以就没有问题。可是为什么还会说中国赢呢？都是10%，你不要忘了，中国的产品进入美国，美国是对于全世界都课10%，所以中国的产品进美国有最强大的竞争力，因为它对所有的国家都课10%，对，而中国对美国也课10%，可是对其他的国家没有课10%，也就是除了在 WTO 的框架下，单独的只对美国课征10%，那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变成美国的产品进中国的市场不具有任何优势，因为不管你是大麦、玉米、大豆、牛肉，澳大利亚跟拉丁美洲跟美国的产品它更有优势，所以甚至连波音，你即使你要进中国大陆，你也没有优势了。为什么？你有10%的关税，而空巴没有10%的关税。这个一架飞机的单价这么的高，一旦是10%，那这个优势就差别很大了。好，那所以我个人是认为，以目前由于这是一个暂时的暂缓措施，所以只有90天，美国的进口商他们一定会担忧90天如果再谈崩，那怎么办？所以一定会拼命的下订单。中国大陆会利用这段时间拼命的出口，
那所以会从美国那边赚很多的钱，所以两国的贸易逆差在未来的这90天会扩大，而中国大陆赚更多的钱，它的厂商企业很清楚知道不能完全依赖美国的市场，他们一定会把他们赚来的钱在别的地方去设据点来行销，打开不同的市场。我个人觉得在这一场战中，美国输得很惨，而且输到连裤子都没有。好，来问将军。我觉得美国不是输了，它根本就是跪了。这个我一开始我就说，中美这次贸易战，这两个国家跟在打梭哈一样。对，我出牌出34%，你跟不跟？我跟，我再加到145，那我跟不跟？我跟，你跟了以后，我再加到245。你不但加到245，我这边喊出来是对稀土、对这个波音，还有对其他东西的管制出口甚至于跟这个 WTO 来做申诉，所有牌都打完。打完以后，现在大家牌喊完以后，紧接着下来最后一关，最重要就是在最后亮牌之前，这个我觉得川普还在那边想要用唬的，打说他有时候用唬的可以唬得过去但是中国没有被他唬到中国发表一篇，这个我们看到川普在那边唬人的时候这个中国发表外交部发表了一个短片叫不跪，我想这段回忆大家应该很清楚，但是等到说他打到最后的时候，你还是要亮牌嘛，之后一亮出来，发现美国川普亮出来是一个大无赖中国亮出来可能不敢说同花大顺吧，但是绝对赢你的大无赖，所以是亮牌以后，我想一翻两瞪眼，那这个川普这个时候不得不认输，但是怎么讲他为什么川普这把来讲的话会这个100%彻底输到底？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美国社会来讲，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社会上面货币上面都没有东西这个货币你买不到东西，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不管你是川粉是川粉还不是川粉，大家都买不到，所以美国酿成社会上面这个501运动这个量运而开这是一般老百姓。那对于这个金融业的巨子来讲的话，我想他们也受不了，不管是美债或者是美股的暴跌，对华尔街这些金融巨子来讲，他们也受不了。那各军工产业，我想稀土管制我们都已经看到很清楚，这个惠普的这个发动机做不出来了，F-35洛克希德马丁的 F-35这个战机没办法按时交货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美国从上到下各行各业大概是哀鸿遍野。但是这场谈判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看出来，在礼拜五那天，川普还在那边唬人说，我们这个到80%这个大家可以开始去买股票了。结果没想到礼拜六那天谈判，大家注意到礼拜六开始谈判的时候，第1个钟头中国就出去了。那中国出去，美国代表还坐在里面，又等了1个钟头。后来大概双方不怎么谈的，中国代表才回来。可见第一把来讲，中国就直接亮了牌，所以说你就是要跪下，你不跪下，我们连谈都不谈，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来讲的话，美国这把是真的输得够彻底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印巴其实这个效应还延续当中全球都还在讨论这一场的这个对峙空战。那印巴现在是一个两样情我们看到了这个巴基斯坦公开指出印度率先发射了空对地的武器之后，他们这个巴基斯坦的空军参谋长就下令要改变接战的规则，从原本是想要用吓阻的方式直接升级，变成确保击杀目标，避免我方损失因此才会有我们后来看到的好几架印度的这个战机就直接被击落的这种状态那巴基斯坦的外长呢，甚至还讲说我们战机击落了印度的3架阵风，1架幻象然后还有这个我方出动的是歼10另外还有这个苏30也是被击落的这个战机之列。那这个歼10怎么那么厉害呢？所以你看现在整个巴基斯坦是全国上下呈现一个庆祝行情他们的股市甚至暴涨到熔断破了17年来的记录也在百度登上了热搜。那甚至还一度暂停交易1小时，因为巴基斯坦说实话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强啦，应该是这种样子，所以他们自己本身全国上下都是在那种欢庆的气氛当中，他们竟然
打败了这个印度哦，让印度要来停战，这是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料到，他们自己这么厉害，自己都吓了自己一跳。那再来莫迪啊，这印度方面可能就是另一种心情了。那他说，过去几天我们见证了国家力量和克制哦，印度军队瞄准了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基础设施，印度的行动让巴基斯坦震惊不已哦，就是他还要发表全国的讲话，想要稳定大家那种慌了的那种感受，就说我们是克制哦，我们不是输哦，我们没有输哦，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喊话一下。那其实哦，印度已经是被打的心里有数了啦，所以才会说在这一场冲突爆发之后，你看哦，哪怕是有西方俄罗斯啊这个武器在支持着他，但是看起来他自己知道这个可能空中优势是没有，人家打的是系统战啊，是中方的整套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系统哦。那他这样子，如果再强的飞机，好像你也敌不过人家这种系统性，人家看得比你远，反应的比你快，你要怎么打呢？那所以你看，这个巴基斯坦光是背后站着中国大陆啊，有了中国的兜底啊，其实就不太可能输。因此，印度是已经被打服了，这场冲突才会这样子这么快速的这样子，就是好像就开始在协议停火。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巴基斯坦哦，反映出来啊，他们知道这一次当然是靠着中国大陆的这些武器哦，特别是歼十，还有这整套系统，让他们才打下这漂亮一仗，让他们扬眉吐气啊！就巴基斯坦再也不是一个弱国小国的形象，在世界上面，这个巴铁完全形象大逆转哦，所以他们知道这是中国给予他们的一个面子。那所以他们现在遇到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哦，就立刻说谢谢啊！我们来看看，感谢中国，法友谊万岁！对，他们就到处就是都开始学中文，要对中国表达谢谢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影片，这个影片的介绍啊，就是让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巴基斯坦会赢哦。这巴军的红旗9呢，先锁定了这个印度的战机之后呢，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数据上传到这一个预警机，那预警机就去引导了歼十 C， 歼十 C 呢又发射出来这个霹雳15。那霹雳15也被他们引导，可以精准的打击到这个战斗机哦，这个叫做新33制打法，因此也靠着这个印巴战争一战成名哦。大家想说，哇，现在的科技战哦，已经是达到这种程度了，现在的这一场战役哦，已经不是你原本想象的旧思维了。那还有，就网友翻出来，去年在珠海航展上面的这一幕啊，我们来看画面哦。这一幕呢，当时因为后面2天是下雨的，但是呢，被这个塑料布包着的歼十 C 的面前站着的就是巴铁啊，就巴铁的军官们哦，他们就在这个歼十 C 前面驻足，当时就一眼相中了歼十 C 啊，果然当时买下的这个歼十 C 哦，替他们发挥了非常强大的作用。那但是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去年的航展是在珠海的航展，接下来再过1-2天又有航展了，这一回是在法国巴黎。哇，这次可尴尬了，中国大陆的歼十 C 才在空中跟飙风遇到一次哦，这一次又到6月16号在巴黎要相遇了。这次歼十 C 到底去不去呢？那人家讲说，那我也没有更低规格的可以去了，我已经歼十 C 现在目前是中国大陆算是比较低规格的，要再往下找规格，不要让法国就是丢脸的话，好像也找不出来。人家讲说，那不然我们就模型去就好了，不要让法国感觉那么的没面子嘛。歼十 C 要去啊，霹雳15也要去，那请问飙风会不会在现场？又是另类的一种同台哦，人家就觉得说啊，这个也是一个看点啦。那再来，这个外媒就讲说，这个近身缠斗哦，变成了超远距作战，这已经是重塑了整个空战的局面了。那再来看到了这场战争之后啊，最得意的是谁？董王啊，董王得意什么？董王说啊，这个是他的关系哦，他跟印巴讲说，你们不停火，我就不跟你们做贸易啦，然后他们就停火了，真是这样吗？大家想说，好啦，就是你你说的对，那其实真的是因为他调停而停吗？其实你看啊，这印度的态度出来了，
印度是绝口不提川普跟美国哟。这对比说，你看巴基斯坦举国欢庆，然后在那边谢谢中国，可是印度却是怒火中烧，完全不想甩这个川普的贴文哦。那所以牛弹琴就讲了，印度对美国说了不这个字啊，在那边大吹特吹自己的功劳，可是你看印度根本懒得理你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一下邱老师怎么看？从1947年以后啊，4次的印巴战争，印度都是稳居上风。但是不是巴基斯坦认为他现在他没有想到他这么强，而是因为他没有想到印度现在变这么弱。好，基本上我们从这一次的印巴交战的过程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嘛。莫迪的那一个领导的方式4个字形容，叫做华而不实。就像这一次科什米尔发生了恐攻事件，那这个恐攻事件极可能就是巴塔造成的，就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造成的。而基本上巴基斯坦的政府也是把巴塔视之为恐怖组织，跟他对立的。那你这时候怎么可以一口咬定说就是巴基斯坦搞的呢？而且巴基斯坦提出来说，交由联合国派中立的调查团来调查到底恐攻是谁做的，你印度也不同意，然后就要发动战争，你以为手到擒来，结果呢就踢了铁板，就吃了大亏。而且为什么莫迪很紧张的要出来呼唤人心？因为过去他用每架飞机的单价2.88亿美元，然后买了法国的标风，而标风基本上被视为全世界最强的4代半的战机，所以法国人把它印度人把它视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啊。有了标风，他们认为他们的制空权就在印度的手里头啊。他们就会很轻易的打败像巴基斯坦的这些国家嘛。好，然后甚至他们可以往北走，把整个克什米尔拿下来，然后把中巴的经济走廊给切断。可是事实上，印度没有这么强嘛，他所谓的华丽组合、万国牌组合，事实上就没有办法发挥战力嘛。所以现在为止，你不是法国人很气印度，说你们的飞行员太烂，训练不足以外，连英国人卖给他流星导弹，他现在英国人也生气呀。那以色列卖给他无人机、预警机，他也生气呀。俄罗斯卖给他 S-400的防空导弹，俄罗斯也觉得倒霉啊。而且最严重的是什么？最严重的就是莫迪现在受到在野党盯上了。在野党觉得你搞这个华丽组合花这么多钱，到底中间有没有油水被中饱私囊？所以他也不想战争停下来啊。战争停下来的话，他就要被调查，调查的结果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好，那现在川普心里很急，到处抢功一下子说印巴的停火是他促成的，那事实上两边都不承认嘛。好，那紧接着到中东去。然后一听说这个普京跟泽连斯基要15号要在土耳其的伊斯坦丁博尔要见面要谈他又赶快要赶过去了，怕自己错过了这个俄乌万一有停战的可能，他又错过了机会了。然后又说他要这个礼拜周末要打电话给习近平，他这一种心理的焦灼，你可以想象，心里这么急。他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税谈判，美国怎么讲得赢呢？好，来问将军。其实大家都很关心这个5月7号这次的空战而且这个战果来讲，几乎是6-0的比数打赢了。但是大家都认为说是把印度当一个笑话在那边看认为他这个战绩各方面都素质都很弱，坚实有多强。但是我这边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说，其实人家标风战机并不弱，流星飞弹也不弱那我很多个数据有跟大家讲这个譬如说是歼10战机，我们都知道是已经在大陆来讲，他们已经算是，其实你讲它4代半，其实它连4代都不见得够得到了，它几乎已经快淘汰了。那标风好歹一架是2.4亿，
那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呆着，为什么那么多国家愿意花2.4亿去买，然后你这个标风才6000万，那个差很多。那我们讲导弹好了 ，PD-15这个给这个巴基斯坦的是外贸版145公里，流星导弹射程200公里。哦，那为什么这个巴基斯坦可以在这种？另外我再讲一个数据，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讲说是这个预警机好了。巴基斯坦预警机是中国解放军以前淘汰的，是运8改装的，运8运输机去改装叫 ZDK 洞3，它的征收距离只有400公里。然后这个印度的预警机是俄罗斯现在还在俄乌战场上面用的 A50，它的距离是800公里，是它征收距离是它1倍。那为什么可以打差别那么多？哈，当中有很多的 money 啦。第一个，我认为说是大陆来讲，当然暗中运了很多的功哈。比如说，他把这歼十战机的雷达换掉，他换成叫做 KLJ-7 的这款雷达哦。那这款雷达里面的这个元素是这个氮化镓的元素，正控相位有源正控相位雷达。哦，一般雷达出去你大概是这个角度，它是这个角度，它看得更广。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这次来讲，这个飞弹为什么原来145公里，它的 PD-15只能打145公里？就这次在160公里之外，他又把这个标风战机干掉。那解放军一定有这方面，譬如说我增加一个晶片啊，或者是修改一些程式，让你的飞弹可以射程更远哈。所以这东西来讲的话，未来的作战一定是一种整体作战，一定是电子科技的战术。那我再补充讲一句话，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认为说是法国战机，难道它没有雷达，它没有这个资料链接件吗？它为什么没办法传输？这就是电子战嘛。那会不会说是某一架的这个歼十战机，大陆给他一个电战夹舱，他又把你印度的空军整个干扰掉？但我们看到解放军是这样，那我们要想想看我们台湾哦，这个如果说他这么强的话，美军看到是瑟瑟发抖。好，请教赖老师。这次印巴的冲突是印度先攻击巴基斯坦啊，所以巴基斯坦是被迫，然后实施自卫反击。那一旦要实施自卫反击，当然就是要把他的飞机打下来嘛。我相信巴基斯坦的空军啊，司令他们所说的，他们本来可以打下更多阵风战机，但是他们觉得我们只要证明我们有实力，能够吓阻住啊这个印度就够了，所以他们并没有打掉更多。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重点。那接着大家都在问，那为什么这次中国的这个歼10C为什么能够赢得这么漂亮？因为目前估计至少有1架打掉2架阵风战机，那这个是在空战来讲，这么短的时间的接战就1个多小时，然后有这么好的战果，这个不多见啊。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会说在战史上这一笔会被记录下来？那当然，最后的检讨的结果，大家就发现了，中国在购买卖你武器的时候是系统性的卖你，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一个飞机平台，而是从空中预警机到歼10，那你这个巴基斯坦自己有枭龙，因为它是跟中国合作的，所以歼10是高空的，枭龙是低空的，所以高低就搭配了。再加上空中预警机，还有就是红旗的这个反导系统，这个反导系统的雷达的侦测的距离就远了，然后空中预警机从空中的侦测的距离就远了。而且覆盖面比较大，因此地面的反导系统的雷达跟空中预警机，他们负责的就是初始阶段，也就是发现敌人、发现对手。那他们一旦发现这个印度的战机了以后，他们就把它锁定，这些数据链就立刻传给这个歼10C的飞行员，歼10C的飞行员马上就负责中段跟末段的一个攻击。可是印度没有。印度的预警机跟战机跟导弹跟地面的是俄罗斯的所以他们的数据链并没有连通，所以在这个部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俄国买的这种印度买的这种多国的牌，其实并不有利于他们的作战，而买一个成系统性的武器比较有利于他们的作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
好，现在看起来拉丁美洲也转向啦，其实也就是一直在当美国的这个后花园，就是上帝太远，美国太近，一直是南美洲最大的痛苦。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巴西啊，要到北京这边来哦，中拉论坛13号登场嘛。那习近平也提到说，其实关税战是没有赢家的，中方也愿意拉美一起来建立中拉命运共同体哦。那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大陆决定首批向拉美还有加勒比海地区5个国家提供免签，还包含了像是人民币啊、5G 啊、数字经济这些领域要加强合作。鲁拉就到了北京因为他就表示说，只要中巴携手，全球南方一定可以获得世界前所未有的尊重啊！也就是说，中巴关系潜力无穷。现在其实因为美国很多的农产品，北京不买了嘛，现在转向跟这个巴西买，所以这一次这个鲁拉是率了200多位的这种巴西的商业界人士一起来北京一起要做大这个双方的贸易的交流啊。那这个巴西的央行也与人行签了5年货币的互换条约，要加强这个流通性。也就是说，接下来贸易的前景可期，甚至呢还有电动车、节能相关的领域也要扩大在巴西这边的投资。那鲁拉就讲啦，过去10年，中国在巴西直接投资排名从第14位要升到第5位那中国是巴西最大的亚洲投资国，投资金额是超过了540亿美元。那在他们看来，他们当然是想要向北京靠拢因为中国大陆跟美国放在前头，谁尊重他们更多一点？巴西人民心里感受很深刻啊！美国现在还能当做这个南美洲还是我家后院吗？早就不是那个局面了，早就已经翻篇了。所以经济学人就讲，美国如果不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的话，只会在外交上处处碰壁，节节败退那再来晶片战，同样现在看起来中美谈妥了这个关税降幅，贝森特说，接下来包含了钢铁还有这个晶片的供应链，还要更去中化，要减少对于中国大陆的依赖。那你就去那可是比尔盖茨说的话，你有没有听到？比尔盖茨说，对于中国技术封锁会起到反效果，因为现在看起来反倒是让中国在晶片制造领域实现了全速发展就是你越打压越要卡它，那我不要依赖你，我自己搞。你觉得中国大陆的人才少吗？不少所以很多的科技业都出来示警科技业大佬就讲说，你千万不要这么做，你只会把中国大陆搞得更强那再来，这个《华尔街日报》就讲说，现在看起来 iPhone 要涨价了，就是因为这个关税战嘛，他也不敢怪川普不敢惹毛白宫所以只敢这个把这个调涨幅度让消费者来吸收所以现在这个美国的一些领导性的这个人物他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局势，中美之间这是不是东升西降？巴菲特这一番话，我们得要来听一下。If you look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history of China, when would you rather have been born? 100 years ago, 500 years ago, 1,000 years ago, or now? It's just hands down. You'd be lucky. I mean. 对，现在真的是中国最强的时候了。我们来问一下邱老师，这又是一个中国的王道打败美国霸道的一个明显的例子。不是中国在刻意的去拉拢中南美洲，拉拢拉丁美洲，而是因为美国始终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去霸凌这些国家吧，而中国是以一个平等的、尊重的、对等的、和平的方式来帮助这些国家发展。所以站在这些国家利益的前提上面，他当然向中国靠拢嘛。好，那现在这一次这个中拉论坛里面有谈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两洋铁路的问题。两洋铁路本来就有一条路线就是从巴西一直到秘鲁的前海港。对，好，那现在基本上它继续的拓展出来其他的路线，而其他路线一拓展出来，那整个两洋铁路不只是原来的巴西跟秘鲁了，现在也可以把它的福利折于哪里呢？折于像是玻利维亚啦，像是乌拉圭啦，像是这个阿根廷啊、智利啊，它的范围更大了。所以整个南美洲会因为
中国帮助他们在那地方建造两洋铁路，把太平洋跟大西洋联合起来，也抵消了现在川普硬是用强硬的手段要拿下巴拿马运河啊，而且对中国的船舶课征这个高额的港口费所产生的威胁跟压力吧。所以就中南美洲的国家来说，他当然觉得中国才是好朋友啊，他当然向中国靠拢啊。其实现在巴西啊，鲁拉从在莫斯科的红场，到了现在在北京的中拉会谈，然后到了马上在7月的时候，金砖会议的峰会又在巴西要召开，巴西这一次是轮席主席，所以双方之间的合作，你明显的看到鲁拉的说法，他已经把巴西的命运、巴西的前景就交给中国了。他已经告诉大家，中国就是巴西最好的、最知心的朋友，真心帮助巴西的朋友。所以除了这个之外，今年在金砖的峰会里面，一定也会谈各个国家里面的本币交易吧。你现在金砖国家要成为一个金砖币是很不容易的，根本达不到的。但是如果推动本币交易的话，那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对于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之间的经贸的促进，那么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也减少对美国进行经济单边霸凌的威胁，这都是非常正面的。好，请教赖老师。这次中拉的一个论坛很重要啊，习近平在他们的部长会议中有去发表致辞。那我们看到他致辞结束以后，鲁拉啦，还有就是哥伦比亚好几个总统，他们都上去跟习近平有个拥抱啊。那这些可以感受得到，就是中拉之间的关系跟以前更往上走啊。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是拉丁美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已经不再是美国了。所以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已经减少了。第二个呢，大陆要加速跟拉丁美洲的合作，所以他在这次的演讲中有宣布，未来3年他要加速进行5个工程。第一个就是每一年要邀请拉丁美洲的党政的要员300位到中国来考察。那也就是说，中国要开始跟他们介绍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怎么成功的中国的城市国家治理是怎么走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这个会让每一年300多位，你看3年下来就将近1000位了，就900多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发展的工程，那也就一带一路继续在走不管是金融的合作、技术的、科技的各方面基础建设，还有一个就是每一年要邀请他们的老师，中文的老师500个到中国来，还有要邀请的1000多个社团到中国来访问。这代表什么？中国大陆已经根本不管拉丁美洲是不是你美国的后院了，就是要全力发展跟拉丁美洲的关系。接着我们要看你美国人能不能比照办理，不可能的事嘛。好，来请教将军。我们知道美国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其实它是独天这个占着地理之优势了第一次跟第二次2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打到美国本土，那相对的其他不管是欧洲、日本这些国家都打得这个七零八落的，那美国就靠着它的制造业来协助这些地区战后的重建，发了一笔财。那发了财之后，他就这些制造业这个辛苦活就到别的国家去做了嘛，他自己就不做。之后他在做什么呢？他就发展他的金融用美元的霸权第二个发展他的科技，因为这个钱比较轻松赚，你去做工做钢铁那多辛苦啊。但是从这次川普他想要把制造业重新利用关税的方式把制造业重新拉回这个美国本土，但是现在证明来讲，这招来讲的话，应该已经失效了。从这次谈判来讲，美国彻底输了，就制造业我们看拉不回去了。那美国想要继续称霸世界，大概只有2种方式，一个是美元继续掌握它美元霸权。可我们现在看到美债好像也快不行了，美元也快崩落了那最后它大概还能够维持它喘一口气的，大概就剩下它的科技业是能够维持在世界上面领先的领头羊的地位。但现在来讲，这个美国自己也感受到，在科技方面来讲，它慢慢快要被中国所赶上。
尤其是科技里面有几个我们认为说是代表的这种这个工业哈，比如说太空工业来讲，中国已经赶上了嘛哈，不管是登陆月球啦或者是太空站哈，这个中国已经赶上。那第二个来讲就是晶片。这个 AI 的技术来讲，那美国一直想要在这方面保持优势，所以我们看到他用了小院高墙，希望借着科技来维持他霸权。但是这个小院，他发现这个院子要越盖越大，他原来认为说只要限制到这个晶片这一块，结果发现不行，晶片你限制之后，这个中国也会做，它就越扩越大，越扩越大。那现在弄的包括到黄仁勋今天到台湾来，黄仁勋来讲的话，就规定黄仁勋的晶片这个不可以卖到中国。就原来H100不能卖的，只能卖这个降规版的。结果没想到中国用降规版也做出来 DeepSeek 这套的 AI 的模式，所以他更着急，他连 H50都不准卖。那现在黄仁勋没办法，说你不让我卖的话，我东西没办法做出去。但是相对中国这时候发现说，我们原来以前大家这个世界来讲是一个供应链，那你做这个研发，对不对？台湾这边来做生产晶片，这个其他你在做设计干嘛？大家分工合作。那现在中国也发现说，如果说是 AI 未来的算力是自己国家的国力来讲的话，他认为说是你被你美国卡脖子，那你既然卡我脖子，我自己要生存下去，我就必须在科技方面必须自己走出自己的路。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方面这个譬如说是我们看到在设计方面来讲，华为自己在设计晶片自己设计晶片，然后它甚至于发展出来自己的鸿蒙系统。不再跟你美国的不管是 iOS 或者是 Android 系统来做脱钩。第二个来讲的话这是设计制造来讲的话，中国自己也有中芯晶片可以制造这个相关的晶片。虽然说目前大家不要忽略认为说是中国不会做晶片，中国28奈米成熟晶片是外销世界最多的国家。大家不要以为只有台积电，台积电做的是这个比较先进晶片，但是成熟晶片做最多的反而是中国。那台积电来讲的话，最赚钱的反而是在南京厂在最赚钱，就是它因为成熟晶片用的最多嘛，包括汽车啦，包括到就我们刚刚讲的飞弹或者洗衣机啊、电视啦，这个冷气机里面用的都是成熟的晶片。所以中国来讲，接着下来，我认为说，它可能会有机会自己做出来自己的这种光刻机现在来讲，新凯来也已经朝这方面在努力。如果他可以做出自己的光刻机的话，那是不是未来它的晶片来讲就不会再被爱斯摩卡脖子？这个我认为可能性很大这当然现在来讲，我们只能从旁边来猜测。可是我们看到爱斯摩最近很着急他急着想要跟美国那边来讲，他是要独立。为什么？他如果说是他可能有一些这个在科技方面有一些讯息，他知道说是新凯来有机会发展出来自己的 EUV 极紫光机。那如果新凯来也可以做出极紫光机这个中芯国际可以做出先进的晶片，那如果再加上 DeepSeek， 现在这个月听说原来 R1 的模型已经在今年1月过年的时候出来了，那现在很快的 R2 模型出来，那是不是中国在科技方面就会很快赶过去？我特别有很多的感触，我觉得我们华人其实脑袋真的不比他们安格鲁撒克逊人要差很多。你看看所有科技业现在不是都是华人的天下吗？从这个黄仁勋是不是华人，对不对？这个张忠谋也是华人，做出 DeepSeek 的这个梁光辉也是华人，好像都是中国人的天下。当然，如果大家能够团结一致，然后如果说是在这方面来讲，这个中国大陆未来用他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方面发展，譬如说培养人才、投资预算、投资经费。